烧鸟店，北京确实不太多见。这种鸡的优势就是皮下油脂更多，肉烤出来也更弹更嫩，确实要比普通肉鸡烤出来味道明显更香。秋川鸡据说养殖期间不使用任何抗生素和激素，现在吃个烧鸟也这么流行养生了。这家小店算是我继三月雀之后最喜欢的一家烧鸟店了。虽然开在侧楼，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最近生意也是比之前火了好多。不会以后也要像三月雀一样排队吧？今天我们继续吃这家我最近超喜欢的小店凤鸣横丁。你别看它是一家烤鸡的店，烤西葫芦的火候和所知丝毫不比烤肉差。咬开已经烤得略微焦化的西葫芦皮，里面的西葫芦汁水就会一下涌出来。最近北京这个气温，清甜的西葫芦汁划过喉咙，肯定是十分舒服的。烤老的西葫芦就像吃树皮一样，非常难吃。搭配诺言这款带着甜口的果香起泡米酒，一下就把味蕾给打开了。鸡肉叶干算是我每次去他家都想点的菜，可惜经常卖完。叶干的做法最能突出油脂大的食材的风味，表皮经过风干，形成一道很脆的油脂薄壳，一夹还能脆得发响，入嘴一抿就化开了。你看它皮下这层满满当当的脂肪，真是吃出了烧鹅的风雨。吃完这种油脂炸弹，一定要喝上一口这种小清新的起泡米酒解腻。你看它泡沫是不是还挺绵密细腻的？他家的三角骨真的是非常有特色，上面附着了很多鸡腿肉在上面。贴骨肉永远是最香的，被炭火烤过以后滋滋冒油。三角骨的弹脆，鸡肉的厚实，皮下脂肪那种糯糯的胶质感，3种口味随人的咀嚼在嘴里反复交替。很多烧鸟店因为嫌穿串麻烦，所以把骨头上的肉都剔干净了，这样口感就会非常单一。鸡生蚝位于鸡的大腿根部，一只鸡只能出2块，皮脆油香，下面生蚝肉弹嫩多汁，是判断生蚝烤的好坏的标准。这个部位一般很难出错，所以也是去烧鸟店的必点串。吃完炭香十足的脆皮，来一口起泡米酒清口，算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了。横膈膜是位于鸡胸腔和腹腔之间一层薄膜，你们看它烤完后表皮那层黄色的脂肪就知道了。秋山鸡的横膈膜异常油润，这个部位很弹很紧，有一些嚼劲，烤出来以后有奶香奶香的味道。烤菠萝用的品种是都乐的凤梨，表皮烤得焦化，带着些许炭香，去了心的菠萝肉被烤得软嫩喷汁，菠萝果香和炭香的混合毫不违和。烤熟的菠萝既保留了汁水，也不会有在口腔里的酸涩感。咬开牛串肠的皮，里面包裹的油水就会扑哧一下喷到嘴里，这个绝对是油脂爱好者的狂欢，但是也会有人觉得腻，好像在吃一个糖心的牛小肠。凤鸣横丁的烤芝士年糕是甜食爱好者必点的，年糕被烤着微焦又带着糯感，里面的芝士被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咬开年糕皮就像岩浆一样流出来。鸡肉大米粥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好喝，熬得很粘稠，里面混合了鸡油的香气，又鲜又亮，里面的鸡肉给的也很实在，并不只是单纯挂了个鸡肉粥的名儿。深夜食堂来上这么一碗太治愈了。现在人均200-300的价格已经不能满足烧鸟店老板的野心了。烧鸟割烹的形式向寿司店看齐，坐在板前吃烧鸟有没有更好吃不知道，但是卖到人均500-600是肯定的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凤鸣横丁这种人均200烤得又好吃的烧鸟小店真的是且吃且珍惜了。起泡米酒的概念在北京还真不多见，这种带着清新糯米香气又混合果香的小清新风甜酒，搭配烟熏火燎的炭烤烧鸟，2种不同口味的碰撞还真不违和。唯一的坏处就是搭配烧鸟越吃越香，最后钱包受了苦。